打造更结实的身材没有什么秘密，举重非常重要，但不仅仅是怎么举，什么时候举也同样是关键的。每周训练多少次？哪些身体部位？什么时候训练？那么，今天我们来看看如何规划你的锻炼周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介绍如何安排3天、4天和5天的锻炼计划，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您在健身房的时间。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您在健身房的时间，那我们先从3天分割训练说起吧。如果你刚刚开始锻炼，或者时间非常紧张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通过3天分割训练，你可以在3次不同的训练中锻炼全身各个部位。3天分组训练包括推、拉、腿3种锻炼，锻炼之间可休息1天。3天训练分割中最受欢迎的训练方案是推、拉和腿部训练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教练 Ross 的典型的3天训练计划。推日从锻炼3个主要的推肌群开始，胸肌、三头肌和肩部。首先进行肩部的军事推举，增强肩部力量。接下来进行哑铃侧平举，用杠铃片进行前平举锻炼前束三角肌，最后进行耸肩动作锻炼斜方肌。接下来锻炼胸部 ，Ross 先做上斜哑铃卧推，然后做器械推举，最后做哑铃飞鸟，增强肌肉。接下来用双杠臂屈身锻炼肱三头肌，双杠臂屈身动作同时锻炼胸部和三头肌。接着做头顶屈身，最后完成三头肌后摆臂。在一次锻炼中全面完成肩部、胸部以及三头肌的主要推力动作。这个训练结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则是，始终从一个复合动作开始进行训练。复合动作是锻炼你主要肌肉的大动作，同时协同使用其他辅助肌肉，帮助你快速增加负重。随着锻炼的进行 ，Ross 转向进行隔离练习。这些动作只锻炼单个肌肉，用较轻的重量做更多次，做到肌肉力竭。3天分割训练的第2天是拉日，主要锻炼背部和肱二头肌。先从自身体重的引体向上动作开始，这是一项大型的复合型训练，每组都逐渐加重。接着是俯身划船、窄卧下拉，主要锻炼背阔肌和中背部肌肉以及直臂下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使用反手握把有助于隔离背阔肌。接下来进行肱二头肌的 EZ 杆弯举，又是那个拉动作。最后是绳索弯举，绳索从身体一侧拉到另一侧，带来不同的角度。3天训练分割方案为你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，或许可以把训练集中安排在一个悠长的周末，或者把锻炼合理的分散到整整1周。每次训练之间留1天休息日。现在是 Ross 的3天分割训练的第3个训练日，大家都喜欢的腿部训练日。从深蹲开始，它是所有锻炼动作之王，逐渐增加重量，减少重复次数。再次从那个大复合动作开始，接着开始做腿举肌训练。这里单独锻炼每条腿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些孤立动作，包括腿部伸展和在腿弯举肌上进行的训练，主要是为了充分锻炼那些经常被忽视的腿后肌群，包含洞穴图案的洞穴。最后，为了彻底激活腿部肌肉，做行走弓步。这就是教练 Ross 推荐的，且经过验证有效的3天分割训练计划，遵循推、拉、腿的训练方式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由训练师 Mike 带领的典型4天训练计划。每周锻炼4天，可以让你从1周到下1周全面尝试不同的肌肉群组合，或者针对特别需要关注的身体部位。Mike 通过在每次训练中针对2个主要肌群来制定他的4天分割训练计划。第1天是胸部和肩部锻炼，
从一个优秀的复合动作开始，平板卧推动作。胸部和肩部是很好的组合，因为上胸和前三角肌常常在像这样的复合动作中一起工作。在今天的训练中，Mike 交替训练胸部和肩部。接下来这一项肩部锻炼是哑铃侧平举。为了保持强度， Mike 用超级组，所以直接开始做杠片前平举。回到胸部的训练，使用超级组的两种绳索动作，绳索推举和为了更好的孤立胸肌的绳索飞鸟。再次用哑铃进行肩部推举，采用单臂动作，一侧发力，同时保持另一侧的稳定。接下来是胸部训练，窄握哑铃卧推与经典俯卧撑交替进行超级组，最后做几个绳索侧平举。锻炼结束时做大量重复动作，直到力竭。所以胸部和肩部的训练已经完成，通过超级组训练为锻炼注入了真正的强度。第二天 ，Mike 将这一天专门用于背部训练，因为他想通过增肌来实现与其他上半身肌肉之间的平衡。先从自身体重引体向上开始，这又是一项复合动作。接下来是在倾斜板上的杠铃划船，然后将T 杠划船和俯卧哑铃拉回组成超级组，双双锻炼中背部。到交替拉锁下拉，再次一边保持张力，一边使用另一侧进行动作。接下来是架上硬拉，这类似硬拉，但只完成动作的上半部分。加个耸肩，确保斜方肌也被锻炼到。最后一个动作是坐姿绳索单臂划船，完成完整的动作范围。Mike 的背部训练已结束，这是4天训练的第2天，而第3天则是手臂训练。锻炼计划中，2头肌和3头肌通常在不同日子训练。进行全面的手臂训练，有助于确保手臂的平衡和比例。今天的锻炼全程采用超级组训练，充分利用训练肱2头肌和肱3头肌带来的肌肉充血感。首先，反手自重，引体向上。这种握法更侧重锻炼肱2头肌，然后直接进行坐姿哑铃弯举。第2个超级组包括斜板上头顶杠铃臂屈伸和窄握卧推。回到肱2头肌，先做掌心向下的反向杠铃卷曲，然后在斜板上继续进行蜘蛛卷曲。再次用负重双杠臂屈伸锻炼3头肌。保持身体直立，以更好地锻炼肱3头肌。另外，用绳索进行3头肌伸展。所以，这就是针对肱2头肌和肱3头肌的全面锻炼。在这个4天的训练计划中，没有专门安排腹肌的训练日，所以 Mike 这会儿开始做悬挂膝盖卷腹。手臂训练日是增加腹肌和核心训练的好时机，因为手臂不是最大的肌肉群，所以还能留有大量能量。添加一个 V 型卷腹，再加一些使用战绳的高强度有氧运动。所以到了4天分拆训练的最后一天，今天是腿部训练。从前蹲开始，逐步加大负重，重复次数较少，重量较重。接下来进行保加利亚分腿蹲，再次锻炼股四头肌、腘绳肌和臀肌。接下来进行仰卧腿弯举，这是一种有效的孤立训练，直接锻炼腿部后侧的肌肉群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超级组，硬腿硬拉动作，紧接着坐蹬台阶动作，保持身体直立，锻炼股四头肌。接下来是哑铃深蹲，脚跟抬高，有助于保持脊柱挺直。最后一组做到力竭。行进弓步，全面锻炼股四头肌、臀大肌和腿筋。
最后进行站立体踵完成训练，通过每做10次增加1次停顿来加大难度。所以这就是 Mike 的典型4天训练分割。4天训练模式的优势在于，它允许你每周灵活地安排训练时间，采用不同的肌肉群组合进行锻炼，并更多地针对相对薄弱的肌肉部位进行训练。那么，我们开始进行一个由教练 Justin 带领的全身5天训练分割计划，目标是在所有肌肉部位实现最大化肌肉增长。从第1天开始，安排了大家熟悉的背部和肱二头肌训练组合。第一个动作是加重引体向上，接下来进行超级组训练，2个划船动作连做，俯身划船和胸部支撑的哑铃划船。接着做髋卧下拉。动作类似于引体向上，但这次每组逐渐减轻重量，同时增加重复次数。接下来用绳索下拉锻炼背阔肌，随后进行坐姿划船。最后一组背部超组训练包括架上硬拉，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，配合斜方肌提升动作。这个动作通常是站着完成，但这个角度有助于锻炼延伸到中背部的斜方肌下部。练完背部之后，我们来训练肱二头肌。Justin 对肱二头肌的大小很满意，所以今天只做几个练习动作，利用绳索进行集中弯举，还有 Saltman 弯举。这个动作不仅有效锻炼肱肌位于肱二头肌下方，还同时锻炼前臂肌群。在5天训练计划中，不可能在每次训练之间都有完全的休息日，所以 Justin 交替锻炼上半身和下半身，让每个部位都有时间恢复。第2天是腿部训练日，从深蹲开始，这是一种经典而有效的复合动作。接着用腿推肌锻炼，接下来做2个孤立动作，组合成超级组一起完成。腿部伸展和卧式腿弯举。另一个超级组，俯身提臀和反向弓步结合，锻炼臀大肌和腿后肌群。接下来真正锻炼货绳肌，硬腿硬拉和臀推举交替进行超级组训练。接下来用史密斯肌做前蹲动作，这次使用较轻的重量，但在整个动作过程中保持持续的肌肉张力。作为腿部锻炼的收尾动作，这个挺难的。第5天训练计划的第3天是练肩膀。热身后，第1组动作是哑铃肩推举。接下来是侧平举的一种变体，从较重的重量开始，仅做动作下半部分的部分重复动作，然后将负重调轻，进行完全侧平举。现在进行一个超级组训练，分别锻炼前三角肌束和后三角肌束。斜板前平举，然后翻身做俯卧前平举，锻炼肩部后侧肌肉。接下来进行坐姿面拉超级组。在这个刺激的动作版本中，将肩胛骨紧紧靠拢，使后束三角肌充分发力。与平躺后侧三角肌飞鸟做超级组训练。最后进行单臂拉左侧平举。第4天 ，Justin 加设了腿部训练日。5天训练计划让训练者有机会解决身体不平衡问题。额外的1天专注于锻炼发育较弱的肌肉群。腿部锻炼很受欢迎，但其他教练会额外安排1天锻炼背部、胸部或肩部，通常还会加上腹肌训练，就像我们看到的 Mike 一样。所以 Justin 增加的腿部训练日包括脚跟垫高进行的前蹲。今天的腿部推举变体，双脚位置较高且较宽，以更多锻炼腿后侧肌群和臀肌。然后进行一个超级哈克深蹲与徒手公主蹲相结合进行训练。下一个超级组是腿屈伸，然后是陷阱杠铃硬拉。在这个版本中 ，Justin 站在一个踏板上，
这样它可以将杠铃降得更低，从而更好地拉伸腿筋。最后，增加一个腿部训练动作，仰卧腿弯举，与保加利亚分腿蹲一起进行超级组训练。正如你在其他教练那里看到的，使用超级组连续做2个动作，无休息，来提高训练的速度和强度。所以 Justin 5天分割训练的最后一天是胸部和三头肌日，再次结合了2个推动作。热身结束后，立即进行斜板哑铃卧推。这是一种复合动作，主要锻炼上胸部。然后进行超级组训练，钢索飞鸟。然后用三头肌下压动作激活三头肌，又进行超级组哑铃拉伸运动，与仰卧哑铃臂屈伸搭配完成。虽然 Justin 锻炼的是不同的肌肉群，但他每组超级组都使用相同类型的器械，从而使锻炼更迅速、更高效。接下来的练习同时锻炼胸部和三头肌。这是臂屈伸，使用负重增加阻力，然后做一个超级组蝴蝶肌飞鸟。接下来做绳索头顶三头肌伸展运动，最后进行机器推举。这台器械采用窄握把，通过一个动作同时锻炼三头肌和胸肌。其实5天分割训练让你有更多训练安排的选择。如果要均衡安排训练，可以将胸部、背部、肩膀、手臂和腿部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日子锻炼。或者你可以采用推拉腿的3天训练计划，接着增加1天上半身训练日和1天下半身训练日，安排你的每周计划，确保每个身体部位至少有2天的休息时间。